这样的女孩真是少见。他下车后就装作没看到小伙，径自走过去。他脱下了高跟鞋，朝他的车走去。小伙实在忍无可忍，上前抓住了他的手，但并没有发火，只是单膝跪下帮他穿鞋。毕竟这位大小姐是老板的女人，她的名字叫韩泰武，因为特殊原因转学到马州县。马州县有一家全国前10的大公司，公司董事长的3儿子是强人夏，一个不受欢迎的私生子。泰武找兼职时，偶然看到人夏在便利店偷东西，店主也看到了，但因为集团的势力，他没有大声说出来，感觉被2人忽视。人夏心里很不爽，故意在泰武经过时，又偷了卖水果老奶奶的东西，然后嚣张地挑衅说少管闲事。泰武刚来马州县，心里虽然很不爽，但还是选择了忍耐。但对方显然不打算放过他，开始故意找茬。泰武对他说，其实被偷的人都看到了，之所以没声张，是因为大家都当人夏是透明的。人夏听后立刻火冒三丈，立刻阻止泰武离开。泰武其实很清楚，人夏这么做只是为了引起注意，他建议人夏去偷更大的东西，不要总是欺负小商贩。这番话正中人夏的心声，同时也激起了他的斗志。第2天，马州高中迎来了开学日，巧的是泰武被分到了人夏的班级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人夏现在随时都能找泰武的茬，大家都以为泰武会就此罢休，他却拿起自己的餐盘，重重地摔在人夏面前，接着一脚踢来，2人立刻扭打在一起。人夏接受过专业训练，顺利地狠狠揍了泰武一顿。幸好学校主任及时赶到，才阻止了这场斗殴。原本要受罚的人夏，靠家里的关系摆平了事情。傍晚，泰武正准备回家，突然收到了一个匿名电话，他立刻向寺庙方向狂奔。原来马州县是他妈妈的家乡。晚上，泰武送妈妈上了长途车，虽然心里很不舍，但他别无选择。电话其实是他监狱里的父亲打来的，他让手下去找母亲的下落，因为有些误会需要澄清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泰武经过了一家拳馆，恰好遇到了无聊的人夏。人夏嘲笑他，问他是不是也想学拳打自己。泰武面无表情地问，拳馆是否教授杀人技巧。人夏突然来了兴趣，决定免费教泰武一些格斗技巧，但条件是泰武得先赢他一局。人夏的拳头如雨点般砸向泰武，比赛一开始就没悬念了。但就在这时候，泰武一看人夏的样子，忽然间他看到了监狱中的父亲，回想起父亲对母亲的家暴和对自己小时候的殴打，这些画面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中。泰武因为委屈不甘和怨恨失去了理智，一把将人夏扑倒在地，开始对他疯狂地挥舞拳头，甚至差点将对方掐死。幸好很快他回到了现实，正是这种恨意让泰武得到了人夏的认可，但2人就像小孩子一样，谁也不愿承认对方是自己的朋友。第2天，卷毛不知从哪听来的消息，说泰武的爸爸杀了泰武的妈妈，也就是泰武是个杀人犯的孩子。一时间，班上的同学都心惊胆战。人夏脸色一沉，质问卷毛，卷毛不会也在嘲笑他是私生子吧？他表面上在转移大家的注意力，实际上是在保护泰武。泰武却一点也不感激，他说自己对这件事根本不在乎。之后2人走到天台，泰武坦白那人不是他的亲父，其实妈妈假死了，所以继父被判了死刑，现在正在服刑。人夏听了却毫无兴趣。这时泰武提议做朋友，更确切的说是合伙人。他不想一直处于低层社会，所以必须利用人夏来爬到高层社会。交换的条件是泰武会帮人夏得到他想要的东西。人夏不明白他为何如此自夸。泰武坦诚自己的智商全国排名前 0.01%， 以后他负责制定计划就好。想要逆境中崛起的土汤匙与生活无忧的金汤匙，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。谁知那女孩的野心不输给土汤匙。原来泰武和人夏已经开始合作，转眼间他也是大学生。他常常注意对面公寓的那个女孩。泰武经常把学习资料和课程 U 盘交给人夏，人夏则帮他找寻兼职家教的高端家庭。简而言之，这是必不可少的人脉网络。这一次是人夏的妹妹。另一方面，夏董事长决定创建一个未来战略部门，部门主任的人选还未定。这位教授叫泰武来办公室商讨事宜，关于他的一篇论文。教授最近从夏氏集团收到了一个提案，恰好与论文内容相符。其实这一切泰武早有预料，他预计董事长想要投资多个领域，就必须设立新的部门。教授试探性的提议购买论文内容，价格由他开。实际上泰武清楚，教授是在帮夏氏集团招募人才。果不其然，他一离开，教授就给一个神秘人打电话，声称泰武绝对是一股新的力量。这个神秘人正是夏董事长的秘书强成珠。离开办公室后，泰武看到了住在自家对面的那个女孩，但他仍未上前打招呼，反倒是女孩主动问他为何装作不认识。他们不仅是邻居，
还是同一个专业的同学，这样泰武应该知道我是谁了。中午的时候，泰武和仁夏在食堂里吃饭，他不由自主地多看了那个会员几眼，这一幕正好被仁夏捕捉到了。仁夏也顺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，随即猜到了兄弟可能喜欢那个会员。没想到一向冷酷的泰武突然害羞了，匆匆地离开了食堂。看着那个会员，仁夏觉得泰武真是太有趣了。晚上泰武去家教，他要教的是武科的女儿强希珠，因为是认识的人推荐的，希珠很快就和泰武熟络起来，甚至有点崇拜他。试讲结束后，泰武立刻被聘为正式家教。回到公寓，仁夏提到了那个会员 GB5DM， 泰武没多说什么，独自离开了公寓。回到租住的房子，看到对面有人在砸门，屋内的会员却仿佛没听见一样，专心的读书。原来那女人是会员的妈妈，她来这里是为了要钱，还厚颜无耻地说，如果不是她生的会员，会员怎么可能有机会上韩国大学，背负这样的压力。会员被妈妈这么一逼，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，不知是尴尬还是羞耻。会员最后独自一人离开了租住的房子，正好被泰武看到。巧的是，天开始下起了雨，细细的雨丝打在会员身上，冷风透过衣服直冷到骨子里。就在这时候，一把伞突然遮住了他的头，撑伞的人是泰武。泰武叫住了正要走的会员，邀请他一起去喝杯东西。他们俩坐在便利店前，两人都没开口，只是静静的听雨声。第二天，为了儿子的未来下董事长的太太要求仁夏签署放弃继承权的协议，这样他就能保持现在的生活不变，不必担心钱的问题。其实泰武早就提过，新的科室虽然还在计划中，但从大家的反应来看，这几乎就是接班的计划了。所以夏夫人肯定会来找仁夏，让他签字放弃继承权。如果想深入集团的核心，首先得放弃。那晚仁夏在便利店碰到了会员，然后把他和泰武带回了自己家，这让泰武有点兴奋，发现兄弟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，如何选择成了个大问题。在回租房的路上，会员突然邀请泰武单独出去。他其实猜到了，为什么他总是围绕着仁夏，原来会员和泰武有同样的野心。没想到仁夏此时出现在泰武家，他始终记得没被告知会员的住处，最会玩心机的竟是女主。原来会员求泰武帮他改变命运，但泰武坚决拒绝了。他希望两人互不干扰，但在回家的途中，泰武勉强压抑着自己的情感，因为他其实很喜欢他。这里需要更正一下，希珠是二姨胎生的，与仁夏是同父异母的妹妹。他请求父亲周六邀请仁夏来家里吃饭，大儿子立刻表示反对，但在希珠撒娇后，董事长高兴地同意了。二姨太偷偷劝说董事长，说女儿只是随口一说，董事长却明确表示家里由他做主，同时透露他已经知道迫使仁夏签署放弃继承权的事，不理二姨太的辩解，亲自给私生子仁夏打电话。仁夏接到邀请电话时完全懵了，一时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担忧。连泰武都觉得董事长的行动比预想的快，于是分析这人真的很冷血，因为二姨太对仁夏下了手，所以董事长计划利用这一点获取那份放弃继承的文件，表面对仁夏表达好意，实际上是要惩罚二姨太的自作主张，建议仁夏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场，并且表现出不会有任何贪图，这样做其他人自会有所行动。那晚希珠给仁夏打电话，明确告诉他周六的家宴是他争取的，感激仁夏后请妹妹吃海鲜大餐。两人刚坐下，他惊讶地发现服务员是熟人，立刻向希珠介绍这是自己的朋友。希珠好奇地问，是不是哥哥的好朋友？那你肯定也认识泰武了对吧？珍惜你所爱的。希珠走后，吃完饭的仁夏特地回到饭店，找到那位会员，为妹妹的失礼道歉。会员看穿了他的意图，直接说自己没空恋爱。仁夏出奇地提出，如果愿意，他愿意为此付费，但仍旧被拒绝了。画面一转，泰武和会员在公交车上偶遇，会员好奇1年的时间能值多少钱，泰武虽然不确定，但觉得应该很贵，所以他觉得还不如多休息，别废话。不料这时会员的心情已经开始变化。周六的家庭聚会，仁夏一进老宅就被长子找茬，他忍住没发火，但希珠看不下去了，一口咬住了长子的手指，吵闹声吸引了其他人。二姨太开口了，说这场争吵就是仁夏不应该来的证明，如果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应该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。紧接着仁夏被赶出家门的消息传到了董事长耳朵里。另一边，长子还在得意自己的举动，因为他觉得给了二姨太一个合适的理由去赶走仁夏，猜想二姨太一定很感激他。与此同时，仁夏把被赶出来的事告诉泰武，泰武却觉得这反而是件好事，以后就不会再受这些屈辱了。他决定好好培养董事长的第3个儿子。另外，计划中的次子已经见到了教授，现在就是耐心等待的时候。那个晚上，
西珠因为不满大家对人夏的态度，愤怒地离开了聚会。董事长责备长子居然把他请来的客人赶走了，他在考虑该怎么惩罚他。另一方面，二姨太追上西珠后给了他一个耳光，警告他不要再做这种冲动的事情。西珠心里自然不服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然后打电话给泰武。不久之后，两人在学校见面了，正好被路过的会员看到。西珠立刻站起来声明自己的立场，话还没说完，人夏就来接他了。那位会员说想搭顺风车，4个人一起回到了小区楼下。西珠感慨泰武和会员住得这么近，同时也发现哥哥喜欢那位姐姐。与此同时，二姨太在向管家打听，发现西珠经常提起人夏，原来是新来的补习老师由他推荐。紧接着泰武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他被开除了，是选择光明的未来，还是坚持自己的爱情，或者做出完全相反的选择。原来人夏已经把妹妹送到了家门口。此时西珠已深深爱上了泰武，同时会员和泰武坐在便利店门口，他们好奇10年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泰武认为双方记住自己的目标才是关键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第二天，西珠听说补习老师换人了，他马上来到学校找泰武，质问他为什么不跟自己说声再见。正好被路过的会员看见，泰武听后立刻拿出手机给管家打电话，说要把多余的补课费退还，其实是暗示自己被解雇了，说明他们之间只是雇佣关系。西珠了解泰武的真实想法后，他整个人都变了，表面上很酷的和泰武告别，转过头却哭得非常伤心。他的初恋还没开始就已结束。与此同时，会员故意出现在泰武面前，觉得他对西珠太冷漠。会员劝泰武把西珠看作是逆流而上的另一种可能，意思是利用那份爱慕之情，但泰武不想伤害无辜的人。两人的对话恰好被藏在窗帘后的人听到，他一时间也搞不清楚会员到底想要什么。另一方面，会员妈偷了黑道大哥5000万韩元，然后逃之夭夭。第二天，黑道大哥带人找到了会员，一巴掌激怒了黑道大哥。他本想动手，却被泰武拦住。这时安保恰好经过，黑道大哥便威胁会员，晚上要到他家好好谈谈。说完狠话，带着手下离开了学校。泰武把会员拉到大教室，让他找个地方藏起来。谁知会员一点也不担心，原来他已经历过无数次类似的事，但他从不躲藏或逃离，因为逃避就像承认那个女人真的是自己的家人。泰武也就不再多说什么，默默地走出教室。同时，人夏听说会员被欺负，便疯狂地打电话给他，但会员一直没接。他在考虑是追求真爱，还是选择光鲜的未来。这时泰武已经到了学校门口，他放不下会员，于是拼命跑回去。而人夏始终联系不上会员，也像疯了一样四处寻找。泰武回到教室时，正好看到人夏和会员在接吻，会员也看见了不远处的泰武，他们的感情就这样擦肩而过。那晚会员打包好行李，刚好碰到迎面来的泰武，他说会暂住在人夏家。他怎么会？会员不懂留下来有何区别，对他们来说仍无意义。泰武或许会为此后悔。会员明白，泰武比任何人都想改变命运，如果他们安稳下来，就不会有任何改变，所以他必须离开。看着会员离去的背影，泰武感到特别难过。会员在等公交时，耳边不断回响泰武曾承诺的不后悔的话。他最终决定回头，敲响了房门。就在这时，人夏打来了电话，感觉一旦接电话就会永远失去会员。泰武还是决定接听了。会员听见屋内的声音，但迟迟不见开门，于是决定默默离开。5年转瞬即逝，人夏在公司升职为中层管理，泰武成了集团的培育组组长。在成立5周年庆典的日子，董事长单独留下他在办公室，提了一个看似不重要的问题。泰武直言不讳，意味着他不是新部门的真正主人。董事长听后直接开除了泰武。董事长早已清楚，泰武能快速上升，全是因为教授的提拔。过去5年间，新部门的壮大并非泰武的功劳，而是董事长自己的人所为。但泰武指出，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，新部门的市值才30兆韩元。坦白说，即便没有他也能完成。他想要的是让新部门进入全国前5。董事长承认泰武很有能力，但他不喜欢泰武，于是故意提起泰武的父亲，把一个无辜的人诬陷成杀人犯。这确实是个有能力的人所为。董事长提醒泰武，越是出色的人，对手越会探究其背景，但泰武不以为然。难道一个无辜的人就不能被当作有罪的恶魔吗？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了，同意今天提交辞职书并离开公司。董事长却严肃地提醒，无所不为的人不会因失去冷静的瞬间而安心，反而在那转瞬即逝的时刻展现真实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借口，彻底失败。他希望泰武以后能保持神秘，即使在自己面前也是。想要留下，至少应该学会掩饰自己，
原来董事长是在教导泰晤，加上他非常需要这样无所不为的人，当然他掌握着这些人的把柄。庆典结束后，泰晤观察着教授，猜测他很快就会被撤职，毕竟用完集气就剩下被抛弃了。人夏很担心，教授一旦退位，次子就会接手新部门。泰晤告诉他，如果次子想要掌控集团，那新部门就是他的跳板，因为新部门聚集了公司所有资本，并管理所有子公司和分公司。镜头转换，泰晤作为最年轻的董事长秘书，在董事长身边工作了5年。5年后的一天，董事长突然昏迷溺水，二姨太和次子以及长子夫妇得知消息后，立马赶到医院看望。没想到董事长坐在沙发上吃午饭，这几个人显得特别失望，好像迫不及待他去世一样。此外，4个人都注意到了泰晤，一致觉得他特别讨厌。自从担任秘书以来，他总是跟董事长形影不离，董事长对他极度信任，这让他们4个非常嫉妒。而在另一方面，董事长开始积极拉拢金候选人，因为皇家项目即将启动，只要金候选人当选，项目就能顺利进行。原来1年前，董事长曾对泰晤透露，皇家项目将在南朝鲜建设，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亿韩元的超大型项目。第2天，次子和赵姓候选人见面了，他们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。他们不知道头顶的监控正在实时监视，有人窃取了高尔夫球场的监控数据，并发现了次子的动机。他立刻复制了监控视频。与此同时，泰晤接收到了监控文件，打开后迅速浏览，并把情报分享给了人夏和会员。人夏不理解，次子支持赵候选人，究竟对新部门和皇家项目有何企图？就在这时，当记者的会员接到了内部消息，次子被邀请到青瓦台作为嘉宾，这意味着次子和赵候选人已经联手，他们已为夺权做好了充分准备。5天后，赵候选人果然当选。董事长听闻此消息，几乎气炸了，怒火中烧，旧病复发。泰晤见状，马上取出速效救心丸，放在舌下缓缓见效。因为董事长明白，赵庆的候选人一旦当选，必会挑起事端，那时候和建设有关的部门肯定会来找麻烦，他们的目的是要把集团拆分。董事长命令泰晤立刻查明幕后黑手。这里简单说明一下，会员是人夏的女友，还没见过家长那种。言归正传，董事长已经将所有资金投入到皇家项目中，如果项目失败，他将被指控贪污。会员建议调查辅佐官，因为次子作为特邀嘉宾，不是按照候选人的意愿，而是听从吴辅佐官的。第2天，会员从吴辅佐官那里得知，今晚他将与几位同事聚餐。聚餐期间，吴辅佐官强调一定要让董事长下台，然后把项目计划交给次子。不料，他们的对话被完整的监听了。原来会员利用超能力，事先收买了饭店老板娘，在隔壁房间监听并记录对话。现在一切都清楚了。次子依靠赵候选人的力量，打算将父亲拉下台，然后把新部门独立出去。除此之外，还涉及能源、化学、信息通讯以及物流服务等6个子公司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核心资产抽走，剩下的全变空壳。这样一来，人夏担心自己完全赶不上对手的步伐，但泰晤坚信，最后的胜利者将是我们。召集候选人是刺激董事长的策略，目的是把次子赶下台。这个角色已经发挥了作用。于是，在第2天，他约见了那位19号电脑黑客，因为19号发现二姨太运营的财团向非洲难民组织提供了援助。与此同时，二姨太威胁了董事长所在医院的院长，成功从他口中得知董事长有严重的心脏病。当晚，泰晤向董事长报告，有人以候选人女儿的名义，在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海岸购买了一栋别墅，同时女儿的账户收到了500万美金，这些钱都是从一个救助非洲难民的组织转出，伪装成救助金。董事长立刻猜到这是二姨太的手笔，掌握新部门的人能控制集团命脉，他这样做是为了支持自己的儿子。虽然新部门确实关键，但泰晤觉得董事长应该更担心其他事情。原来在次子送走候选人后，二姨太找到了董事长以前的秘书老崔，故意安排他们见面。实际上，母子的目的表面上是为老崔讨公道，毕竟泰晤夺了他的位置，然后趁机拉拢他。其实他是想揭露密尔顿律所的秘密，目的是为了举报董事长的渎职和贪污。老崔一听这事，二话不说就拒绝了，但是次子却紧急叫停了他，提醒他别再当父亲的傀儡。如果他们2人能联手，不仅密尔顿律所不在话下，到时候他们可以为老崔打造一个南朝鲜最大的律所，那才是真正的主宰。谁料那天晚上，19黑客入侵了次子的手机，发现了他们的密谋。他把整个计划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泰晤，泰晤整晚都在思考，最终想出了一个对策。第2天一大早，
老崔通过快递给次子寄了一个 U 盘，U 盘里面是所有关于董事长贿赂议员的证据，这些证据同样被19截获了。泰晤坦白说他从未这样想过，但在密尔顿的某个人将成为董事长的致命弱点。他说完递过去了照片证据，这个人就是现在密尔顿的资深律师老崔。在另一边，二姨太在催促他的儿子尽快和赵忠的候选人达成一致，只要当上集团董事长，任何总统都能轻易更换。董事长经过深思熟虑，命令泰晤给老崔打电话。在此插一句，人夏向会员求婚了，会员毫不犹豫就答应了，因为如果计划成功的话，他将成为董事长的三儿媳。与此同时，董事长叫来律所的人，让他们处理新部门转手的法律问题，可能会引发一些法律纠纷，因为这件事极其机密，为了保密，需要上交手机，确保所有人的手机都已保管。老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很清楚，这对次子是致命的打击，如果不快点通知次子，自己也会陷入困境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次子告诉了母亲，老崔泄露了新部门被董事长夺走的消息。在董事会上，董事长宣布新部门将直接由他管理，并提拔次子为集团证券公司的总经理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个子公司一直在亏损，这实际上是一种降职。然而，检方收到了匿名举报，指控董事长滥用职权和贪污。检察长将这个案子交给了急于证明自己的小芳，同时二姨太用手中的把柄威胁董事长退位。正巧小芳带着搜查令来到了公司，两件事同时发生，让董事长的心脏病突发。他拼命想要吃药，却突然倒在了地上，药瓶也滚到了一边。二姨太本能地走上前，想要救自己的丈夫，但她又想到了自己的儿子，心中犹豫不决。最后她没有去拿药瓶，而是挺直了身体，冷眼看着丈夫痛苦的抽搐，然后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其实这时候董事长还没死。二姨太乘电梯离开后，另一个人走进了办公室，他弯下腰捡起了地上的药瓶，侧目看了看董事长，这人正是泰晤。原来二姨太拿出了尘封已久的关于丈夫不利的证据，要求将新部门交还给他儿子。董事长不确定是次子还是二姨太的主意，二姨太直接揭露了丈夫的丑事，她把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既然那么想要这个皇家项目，董事长正想发怒，突然觉得心脏一阵疼痛，他只好强装镇静，说回家再讨论，然后站起身想去拿救心丸。但二姨太紧跟其后，警告她的丈夫，为了儿子她什么都做得出来，于是把备份的黑材料扔在桌上，打算就这样离开。刚走到门口，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二姨太接听后马上告诉丈夫小芳，检察官带着搜查令来了。公司迅速开始了各部门的查封和取证。董事长听到这消息，气得急躁不已，在办公桌边摸索着找速效药，还没来得及开药瓶，就一个踉跄摔倒在地。二姨太选择了袖手旁观。没多久，泰晤走进了办公室，看到董事长求救的眼神，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同时小芳接到了上级的电话，命令他取消这次行动。根据南朝鲜的法律规定，如果嫌疑人昏迷，检察官必须停止调查。不久后，一家人都来到了病房，开始互相指责对方对父亲做了什么，没人真正关心病人的状况。这时泰晤进来了，他通知医生并强调董事长需要安静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先回家。他这么一说，二姨太一家就先离开了。然而长子开始对这个秘书产生恨意。另一方面，次子感到困惑，除了自己家和老崔，没人知道希尔顿的那个秘密。二姨太认为肯定是丈夫的仇家，原来匿名举报的并不是他们。二姨太嘱咐儿子要抓紧机会，尽快召集高层开会，准备接管董事长的位置。泰晤遇到了难题，他的所有计划都是建立在董事长的基础上，现在董事长重度昏迷，该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，人夏发来了一条短信，他们约在医院大门口见面。泰晤告诉他，董事长目前还没醒过来，医生也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能醒来。人夏有些迷茫，原本让自己全心相信，现在却发生了这种事，这是不是意味着计划已经失败？但泰晤坚持计划还未失败，关键是人夏要坚定不移，否则真的就全盘皆输。不管发生什么，一定要相信自己。人夏明白自己别无选择，只能再次尝试信任泰晤。这里简单说两件事，长子试图收买泰晤，但泰晤拒绝了他，这让长子非常不满，他甚至打了自己的秘书，秘书因此心怀不满。第二件事，泰晤向会员透露，到了这个地步，唯一能帮他的就是人夏。泰晤立刻意识到，这是要和人夏结婚的节奏，看来结婚是会员的最终目标。会员也没有多解释。那天晚上，泰晤匆忙赶到医院，到达病房时，发现董事长不在病床上，原来这都是泰晤的计划。那天董事长得知老崔背叛，立刻让泰晤召集次子，这是泰晤第一次反抗他。
质问之后该如何处罚？是降职还是软禁？如果他还不醒悟怎么办？董事长是聪明人，既然泰晤敢开口，肯定有解决的方法。泰晤建议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，不能再给他第二次机会了，需要提前消除未来的威胁。行动计划的第一步，由他匿名进行举报。董事长必须比次子更早采取行动，这样他们就无法再次举报了。事实上，泰晤已经找好了一位检察官。小芳有警察背景，他没有任何背景支持。董事长知道这种人最渴望的是破一个大案，从而出人头地。那我在泰晤的计划中应该怎么做呢？董事长又询问次子谁应该上位。泰晤告诉他，应该是他的三儿子仁夏，这个人将成为董事长的替罪羊，扮演必须的恶角，能做两个哥哥做不到的事。最终董事长觉得泰晤说的有理，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，不能对集团抱有私心。第二天，泰晤找到了整夜未归的仁夏，坦白了董事长假病的计划，这让他非常生气，一上来就给了一个拳头，质问为什么不早告诉他。泰晤并没有生气，他爬起来解释说情况不允许，万一出现意外，至少要保证仁夏安全，这样才有机会重新来过。但仁夏却觉得泰晤总是说是为了他，难道就没有考虑过自己吗？然而泰晤坚决地告诉他，他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仁夏重新成为董事长家的三儿子。现在机会已经成熟，父亲想见他了。与此同时，毫不知情的二姨太正在召开董事会。董事长因病请假这段时间，按规定应该是他代理，但觉得自己能力不够，没法胜任这职位，因此推荐儿子暂时接管。在另一方面，19通过技术手段把原本每人只有1000股改成了每人1000股，公司里的员工都激动了，股价立刻下跌了 30%。 紧接着监管机构开始传唤次子，怀疑他恶意操纵股市，直接造成了114兆韩元的损失，而所有的功劳都被归功于仁夏。董事长不懂是什么让公司声誉受损，最初的理由是什么？仁夏说只是见个面，其实泰晤早有安排，和董事长对话时不能犹豫，否则游戏就结束了。仁夏按预先的计划要求名分，希望自己的父亲公开承认他的身份。董事长从柜子里拿出一份合约，明说签了字才能继续谈，合约是关于继承权的。仁夏毫不犹豫签了字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董事长主动会见了二姨太，明确告诉她自己上当了。二姨太一气之下想要找丈夫算账，这下次子一家彻底败了。当晚，仁夏以家人身份第一次在老宅参加家宴，镜头转换，董事长涉嫌接受贿赂，正在接受调查。仁夏现在负责推轮椅，在泰晤的帮助下，他成为了董事长的三儿子，全靠一个 U 盘里的策略，成功救助了检方，立即释放了他的财阀父亲，从而赢得了父亲的信任，一时间成了头条新闻，全国人民对他议论纷纷。但早有人知道，泰晤得知董事长出狱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见背叛他的老崔。老崔一见情况不妙，立刻跪地求饶，他却和颜悦色地让老友站起来，还温馨提醒别让人看到了，还以为要置人于死地呢。负责此案的小方检察官，结果被当成了弃子，用升迁作为幌子，被调到了偏远的南方。紧接着，一则任命消息让公司内部轰动，泰晤被任命为新部门总经理，私生子仁夏被任命为副经理。那位曾提拔泰晤的教授心里不服，他一直辅佐的是次子，现在必须看别人脸色行事。泰晤觉得这要看教授自己是选择留在原位，还是有其他打算。泰晤并没有将教授视为敌人，因为只有同等级别的人才是对手。另一方面，二姨太搬到了乡下，不清楚是彻底放弃了争斗，还是另有打算。那天晚上，董事长将次子叫到了身边，公司决定不对他进行处罚，但他还想继续做自己的亲生儿子，无论身处何地，只允许正常呼吸，否则的话，别提集团了，连家里也不会再给次子留位置。次子心里很是不满，明明一直小心谨慎努力生活，为了成为继承人牺牲了很多，结果却是这样，他感到不甘心，绝不会按父亲的意思行事。这些都只是心里想的，他并没有说出来，表面上看似接受了命运的安排，心里却在策划更大的计划。不久之后，董事长又叫泰晤过来，说打算让仁夏负责科技子公司的出售谈判。泰晤也觉得科技子公司不再重要，考虑到长期的未来，他的野心远大于道德。其实董事长早已有了集团的未来规划，依靠皇家项目建立他的商业帝国。但是目前皇家公路的建设资金不足，所以如果科技子公司能成功卖出，资金问题就能轻松解决。董事长选择仁夏负责，实际上是因为信任泰晤。在另一方面，仁夏向女友求婚，他自然答应了，两人在沙滩上紧紧相拥。仁夏通过短信把这消息告诉了刚忙完的泰晤。第二天，
泰晤告诉人夏关于出售的计划，这是他首次被认可的考验，大家似乎都在等着看他失败，但泰晤安慰人夏，只要他在，一定能完美成功。接着，两人开始讨论接手公司的负责人。他和董事长不一样，出了名的理性且通情达理。人夏以前见过他一次，总觉得他让人不舒服。正在这时，人夏的2个手下来到了家里，泰晤显然有些不高兴，毕竟他事先不知情。不过人夏让他不用担心，这2个人是他最信任的心腹，他保证不会有事。同时，辅佐官请会员去吃泡面，实际上是想推荐他进政界。话还没说完，辅佐官就把人夏求婚的照片摆出来了。辅佐官要跟踪的人，正是人夏无意中拍到的，而议员对此一无所知，所以辅佐官打算以个人名义投资会员。会员考虑了一下，高兴地同意了，以提高 13% 的价格卖掉了亏损的子公司。但这让他的财阀父亲非常生气，甚至差点把他赶出家门。原来会员把和辅佐官的见面事告诉了泰晤，泰晤原本也有意培养他进入政界。听到这些，会员坚决拒绝了。李总泰晤还想再说点什么，一看到会员戴的结婚戒指，他就没吭声。会员察觉到他的目光有异，找了个理由就走了。谁知他们的行为全被一个神秘人偷拍了。在次日的合作洽谈前，心腹小马突然报告说，收购的主管突然换人了。关于这个变动，泰晤也感到意外。他知道新的负责人高明灿不简单，但买卖最终还是买家和卖家的事，还有他们心中的理想价格。虽然原计划用不上了，但泰晤有信心能解决当前问题。离开办公室后，人夏马上给小马打电话，让他去做一件事。同时，大东集团的高明灿，他明白如果不是父亲的压力，早就把资金投向房地产了，所以对这次谈判不怎么上心。不管人夏怎么展示优势，他都要砍价 5%。1个小时后，他就提出以 65% 的价格收购，并且要求不保留任何老员工。这时小马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，泰晤立刻感觉到事情不对，于是借吃饭的名义建议休息1个小时后再继续。接着在卫生间堵住了他，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居然还在发私人短信。泰晤让小马退出会议，他会另行通知人夏。但泰晤还没走进休息室，小马就已经打电话通知了人夏。人夏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这次的出售决策权完全在他手里，这意味着泰晤有些顾虑，但他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决定采取那个策略。原来他们前一晚已经商量过了，人夏担心出售计划会失败，打算向负责人散布一些假消息，就像去年国外高价想买子公司的情况。他保证这么做完全合法合规，但泰晤坚决反对这种做法，因为他明白董事长想看到的是通过正当方式成功完成交易。现在人夏又在想着走捷径，泰晤直言这是最糟糕的选择。与此同时，高明灿那边已经听到了这些假消息，而消息的散布者正是人夏的得力助手小马。高明灿的团队分析认为，如果国外确实想买这家子公司，价格肯定会比国内高出不少，大东集团应该抢先一步，不管是分割还是整体出售，转手就能大赚一笔。因此高明灿毫不犹豫的出价比收购价高 13%， 从人夏手中买下了子公司。但董事长知道后非常生气，他最讨厌用不正当手段做生意。不明白人夏动了歪念头时，泰晤为何没有制止。人夏立刻承认错误都在自己，和泰晤无关。董事长则警告他，虽然用不正当手段也能成功，但人夏不应该这么做。有些事情不必亲自出马，可以让别人来做。这些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做这些事，但人夏却没利用他们。错误就出在这里，现在手上沾满了卑劣的行为，他怎么能继续留在这个家？董事长立刻把人夏赶出了家门，却留下了泰晤，还邀请他周6来参加家宴。经过这件事后，人夏同时看清了泰晤的真实实力，深刻地感觉到父亲从未真正看重过自己。董事长考虑到刚刚承认了第3个儿子，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件事，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这肯定会成为董事会乃至整个集团的弱点。泰晤觉得这些话应该亲自告诉人夏，这样他才能真切感受到父亲的良苦用心。当晚人夏就接到了董事长的电话，他不确定这是好是坏。泰晤听后告诉他放心前去。然而人夏刚走没多久，正好打通了一个重要电话，突然有人抢走了他的钱包，他连电话都没力气接就晕倒了。镜头转换，在医院里，会员找到了昏迷的泰晤，因为伤势非常严重，医生立刻进行了抢救。会员独自守在手术室外，怎么打电话都联系不上人夏。原来人夏在老宅和父亲聊天。董事长警告这个3儿子，如果想留在家里，以后不要再做出格的事，只需在他需要的时候听从他的吩咐，按照指示去做。人夏明白自己将成为一个傀儡。就在这时，董事长让他去接个电话，电话铃声一直在响。
任夏从会员那里得知，泰武在医院里重伤，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去看望，而是吩咐部门主任阻止警方介入，担心事情闹大，会给集团带来不小的麻烦。交代完这些后，他才匆匆赶往医院。其实会员真正喜欢的人是泰武，但他目前还不得不利用任夏对自己的感情。剧透一下，其实泰武知道这一切还默许了。另一边，主任将任夏阻止警方的事告诉了董事长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出人意料的，董事长竟然默许了，还命令人悄悄的把泰武转移到了自家的医院。第二天一早，西珠从哥哥们那里听说泰武重伤住院的消息后，立刻赶去医院看望。长子和次子开始互相猜疑，认为对方是幕后黑手。在医院这边，泰武终于从昏迷中醒来，会员正要去叫医生，却被他紧紧抓住手臂。就在这时，西珠突然闯进来，任夏也紧跟着进了病房，这给了会员叫医生的借口。实际上，西珠刚才看到泰武抓着会员的手，但他没告诉任夏。医生检查过后，泰武的情况已经稳定。任夏马上把好消息告诉父亲，同时报告了掩盖调查的决策。董事长表示他们想的一致，不需要多余的解释。挂掉电话后，他感觉有些不对劲，马上拨打老崔的电话，让他去查一件事。西珠劝任夏不要被会员骗，他觉得那女人并不爱他，但父亲已经答应了任夏和会员的婚事，因此他不想再听妹妹说未来妻子的坏话。事实上，任夏也看见泰武和会员牵手，他故意在妹妹进病房后才进去。回公司后，辅佐官向会员透露了一些情况，他发现有人在极力掩盖泰武被攻击的案件，那人正是任夏，因此警方至今未立案。任夏一直在医院，一直守候到泰武醒来。他谎称掩盖调查是父亲的命令，大家都同意忘记这件事，不会有任何地方提及。泰武不明白这不只是抢劫，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？任夏劝他不要深究，这不仅是为了他，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。临在离开前还特别提到，董事长已经同意他和会员的婚事。转眼间，这小子来到了泰武被袭击的现场，蹲下身子，摸着还没完全干的血迹。与此同时，泰武找到了董事长，他想弄清楚是谁在背后操纵一切。董事长思考了一会儿，提出了2个条件，不能让外界知道，也不能泄露被攻击者的身份。泰武离开后，董事长马上命令老崔要在泰武之前找到幕后黑手。画面突然转换，泰武心神不宁地来到了19的藏身之处，请求他帮忙找出袭击自己的人是谁。第二天，会员的妈妈找到了他的女儿，硬是要会员给他一些零用钱，其实是有人付钱让他这么做的，报酬是1000万韩元。会员失魂落魄地回到公寓，却发现任夏已经在门口等他了。任夏关切地问候了一声，这让受了委屈的他彻底崩溃，却没注意到任夏得意的眼神。19花了2天时间，成功侵入了首尔交通监控系统。根据监控找到了那个神秘袭击者，这个人竟是长子的秘书，也就是说，幕后真凶是长子。当晚，任夏带会员回老宅参加家宴。宴会快结束时，董事长连儿媳的名字都没问。其实老爷子早就调查得很清楚了，他现在是候选人的下属，恰好与集团支持的是对立面，所以董事长希望儿媳能辞职。会员当众表明，他不介意辞职，但至少应该有相应的补偿。董事长很欣赏会员的勇气，但不喜欢他的态度。任夏明白会员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于是叮嘱他不用担心，那东西马上就要到了。3天后，泰武康复出院，他跟踪自己长子的秘书到了一家酒吧，通过这人的语气和表现，他猜出这帮人一开始就没打算真杀自己，所以袭击只是个警告。他想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。泰武让秘书转告他的长子，他是那种记仇的人，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酒吧。秘书马上向幕后主使汇报了情况。泰武去了一个和会员秘密见面的楼顶，感情的事就不提了，两人因为目标不同，始终没能在一起，但仍旧忘不了彼此。结果在楼顶上接吻了。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被秘书拍下来了，然后立刻交给了长子。在任夏和会员的婚礼当天，泰武收到了关于调查长子的信息，发现这人长期投资于可疑项目。婚礼结束后，长子用接吻的照片威胁慧敏，说要单独出去谈谈。转眼间，泰武满身是血的从昏迷中醒来，手里还握着一把钢针，背后的长子和他的妻子已经死了。从伤口来看，他成了主要嫌疑人。这是不是陷害，还是他无意识中激动地杀了人？用一张照片就把他吓得跪在地上，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力。原来长子弄到了泰武和会员接吻的照片，于是就用照片威胁泰武，让他到一个只接待集团家族成员的酒店见面。刚一见面，长子就把照片狠狠地摔在桌上，威胁泰武必须听他的，帮他办事，否则就要把这事曝光。泰武面前只有2个选择：继续当人下的人，
或者成为一条无依无靠的狗，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，连一些会员也会受牵连。最后，泰晤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，不得不向长子屈服。那个晚上，两人的关系彻底恶化。泰晤感觉天旋地转，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第二天一早，泰晤浑身是血醒来，这时发现长子已经没有呼吸，泰晤成了案件的主要嫌疑人。新闻很快报道了这一事件，人夏和会员们这才知道泰晤被捕。另一方面，警方开始对泰晤进行审讯。不管泰晤怎么解释，警方始终不相信他，因为酒店是家族专用的，监控只捕捉到泰晤长子和女秘书3人。泰晤认为，虽然为了保密，没有在电梯和房间内安装监控，但如果有人在案发前就藏在里面，警察则表示这不关他们的事，泰晤必须自己回忆起来。同时，警方在泰晤身上发现了毒品成分，泰晤才模糊记起长子曾在酒杯里放了些什么。这时，警员突然站起来，精准地卷起泰晤的袖子，发现了注射针孔，这证实了泰晤接触过毒品，但这和他的印象完全不符。董事长也在密切关注这件事，他立即打电话质问人夏，明明已经吩咐过要阻止媒体报道，为什么消息还是一直被泄露？难道是内部有人故意的吗？董事长严厉警告人夏，如果真是某个人的愚蠢行为，那这个人必须辞职。人夏挂断电话之后，摸了摸泰晤总经理的名牌，脸上露出阴冷和愤怒的表情。他回到了家，看到妻子正在阳台上。其实会员是在担心泰晤，他希望丈夫能想出办法。人夏却警告他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他们夫妻俩都是集团的人，不管实际情况如何，都应该把集团利益放在第一位，并强调从现在开始，会员必须忘记泰晤的一切，不要再让自己生气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泰晤被送进了西部监狱，随后庭审立刻开始。长子的秘书作为证人出庭，他的证词和监控录像基本一致，证明案发当天房间只有3个人。他还提到了泰晤之前威胁要报复长子的事，当晚有人来探视泰晤，那人正是人夏，他责怪泰晤毁了他们的梦想和他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大概的意思是以后他们各走各路。泰晤突然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人夏没有询问他为什么要杀长子，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第二次庭审开始了，秘书再次作证，这让董事长产生了怀疑，一个曾企图杀害泰晤的凶手，居然连续参与到长子的死亡案件中，这背后一定有什么目的。于是他命令老崔去查查，探究杀害泰晤和泰晤杀长子的真正原因。与此同时，泰晤已经绝食5天，在下午的放风时间，不清楚是毒瘾还是营养不良，他突然晕倒了。一瞬间，那天的记忆涌现，他模糊地看到现场还有第4个人，但就是想不起那人的面貌。当泰晤醒来时，他已经在医务室里了，里面正好没人，他面前还有一部电话。正当他想要联系外界时，医生突然进来了，医生把电话递给了他，作为对他杀害长子的感谢。泰晤马上拨打了会员的电话，请求他帮忙调查长子的死。正在这时，狱警突然冲进医务室，看到泰晤正在打电话，但狱警并未制止，反而拿出一支笔，在泰晤手心里写下一个账号，要求保密的封口费。第二天，人夏接替了总经理的职位，他上任后立刻取消了泰晤的职位。同时，会员找到了19号，原来是泰晤指示他这么做的。19号得知此事后，伪装成律师，来到看守所探望泰晤，希望他能调查长子的秘书。他是除了2名死者和自己以外，最可能见到凶手的人，但真正指使秘书的，竟是泰晤的商业伙伴。镜头快速转换，最终庭审落下帷幕，法官宣布泰晤谋杀罪成立，判处死刑。因为追求不成家中小儿子，一怒之下将妻子推进浴缸，紧接着狠狠掐住他的脖子，缓缓倾述了杀害他的理由。19号发现了秘书的住址，根据定位找到了他的公寓，恰好在电梯里遇到人夏，意外地发现人夏和长子的秘书关系匪浅。多年前，秘书的妈妈是集团的一名员工，因一场交通事故去世，肇事司机逃逸，于是人夏和他住在了一起，2人一起住了整整7年。泰晤得知此事后，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此外，19号还黑进了秘书的手机，给人夏打了电话，2人都以为是误会，没想到秘书的证词全是人夏安排的，目的是让泰晤坐牢1辈子。与此同时，人夏只是法务部长，利用一切人脉和手段，确保法官判泰晤死刑。随后法官宣布泰晤谋杀罪成立，判处死刑。这里简要介绍一下，杀人犯或死刑犯通常佩戴红色名牌，当泰晤步入牢房时，立刻把2个黄色名牌的犯人吓坏了。真是巧合，被关在一起的正是当地的大佬，他就是当年那个高利贷者。这样一来，2人算是不打不相炸了。那晚人夏越想越生气，原来他早就知道泰晤和会员之间的秘密，
但一直没有透露。脑海中不停浮现出两人亲密的画面。这时会员走了进来，人夏疯狂地表白，结果被会员一把推开了。这就是故事开头的一幕。人夏把泰晤比作了一条狗，为了不让这条狗吃得太饱，他产生了变成人的念头，所以才去抢走了会员。情绪宣泄完，他便离开了洗手间。实际上会员也隐瞒了一件事，他早就知道人夏在基地对面，可能是发现了两人的秘密，但不知为何他没有告诉泰晤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会员去探望了泰晤，表示他想开始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泰晤建议他直接去见董事长，大胆地告诉他自己想去基金会工作。按照泰晤的方法，会员最终面对了董事长。董事长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了泰晤的影子，因此给了会员一个机会。最终两人达成了一致。与此同时，泰晤从黑帮老大那里买了一部手机，当然这不是随便谁都能弄到的那种。第二天，人夏接到了董事长的电话，通知他这周末的家宴要带上妻子。关于感情的事就不多说了。泰晤的妈妈去监狱探望了儿子，但泰晤拒绝了他的提议。不过后来又反悔，开始闹事，这违反了相关规定，结果被单独关进了小房间反思。那天晚上，狱警巡视时透过小窗看见泰晤正盯着他的眼睛，突然想起了案发那晚的情形。驾车的人并非秘书，他立刻拨打了19的电话，请他帮忙查清楚那晚开车的人究竟是谁。第二天19利用关系迅速找到了司机，但这司机身手非常敏捷，运气也极好，巧妙地逃脱了追捕。那晚司机约了秘书在酒吧见面，却被突然出现的秘书一刀刺伤，显然这都是人夏的安排。事后人夏决定要除掉泰晤。董事长在家宴上突然宣布，集团基金会总经理将由三儿媳担任，这话立刻引发了二媳的不满，但老爷子的决定不允许更改，这使他将怒火指向了会员。宴会结束后，一名狱警接到了人夏的命令，紧接着泰晤被单独叫出去。原来人夏收买了19的合伙人，打算除掉泰晤。就在这时，手下人通知泰晤昨晚他已越狱。与此同时，狱警告诉秘书，在准备杀死泰晤之前，他已经不在监狱里了。新闻很快报道了此事，会员看到新闻后立即前往19的藏身处，但敲了很久都无人应答。事实上19已经被控制住了，此刻正被迫寻找泰晤的下落。正巧这时会员妈妈打来了电话，她把所有钱都输光了，想要向女儿勒索点钱，但会员机智反让计谋失败，他爽快地同意了妈妈的勒索。泰晤逃狱的消息让他觉得还有戏，他请求秘书长帮忙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泰晤。会员与母亲见面，递过去一大包现金，并请他动用关系帮忙找人，任务完成后再支付双倍佣金。听到这好消息，会员妈连声答应，但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担心女儿被财阀家族赶出门后，以后怎么继续勒索钱财。她立刻将这消息详细的告诉了人夏。人夏一听气得不行，恨不得立刻对会员采取行动，心中冒出一个阴险的计划。与此同时，泰晤在昏迷中隐约回忆起长子死那天，他模糊地看到了现场的第4个人，竟然是人夏。这一想法让泰晤猛地惊醒，听到脚步声，董事长走进了卧室。原来他们正处于集团大厦位于最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。泰晤迫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董事长说出了有人想杀他，如果不是自己先出手，泰晤可能已经没命了。他觉得长子的秘书出现的太频繁了，因此命令老崔暗中进行调查。调查结果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是长子的秘书试图袭击泰晤的，证实了长子秘书的犯罪行为和人夏关系很近。董事长推断长子被害那时，人夏也在场。第二天，会员接了妈妈的电话，约好了晚上见面，但来的却是长子的秘书。这人一言不发就把会员迷晕了。当会员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在精神病院被绑着。感情的事就不多说了，人夏开威胁说，如果还念着泰晤，就在这里待一辈子吧。同时，泰晤猜到董事长对自己有所图谋，董事长也坦白了，他担心人夏和老普合谋，因为他们俩都想分裂集团。这个分裂计划其实是泰晤策划的，董事长希望阻止这个计划，并把人夏从集团中开除。原来泰晤入狱期间，人夏已经掌握了老苗的重要资源，但他并不打算用这些资源来威胁别人，而是要建立一个新部门，然后和老苗合作。因为这个人掌控着大量关键资源，加上人夏即将掌控的资源，肯定能建立一个超越现集团的帝国。他希望这次交易由老普来执行，这样的条件自然非常诱人，老普自然非常愿意合作。第二天，泰晤不停地思考怎样破坏人夏的计划，最终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。另一方面，人夏给会员一个机会，只要他今后只忠于他，就像曾经对泰晤那样，就可以让他离开精神病院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只能留在这儿等死。没想到
会员毫不犹豫的就投降了。其实任夏是打算利用会员，会员自己也有自己的打算。董事长听到了这些消息，他把这消息告诉了泰晤，泰晤立刻就懂了。任夏想利用会员去对基金会下手，他想要拆分集团，这自然需要大量资金。正好会员最近加入了基金会。紧接着，董事长让老崔把会员带到办公室，叮咛他要选好立场，必须好好判断。会员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但作为交换，他希望董事长不要干涉自己将来的行动。那晚根据车牌号查到了泰晤的位置，同时泰晤分析了对手的反击计划，首先要求董事长亲自处理老普，把他从集团剔除。现在最关键是让这个人站在我们这边，至少得给老普一半。董事长听后坚决反对，但泰晤表示事情还没结束，一半只是暂时给老普的，因为他打算将一切夺回。泰晤和任夏的商战正式开始。不久后，任夏来到了顶楼的办公室，刚好碰到了家庭医生。泰晤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立刻藏到了墙后。这时董事长及时出现，把任夏赶走了。任夏开始起疑了，董事长明明身体硬朗，医生来到底是为谁看病？泰晤建议得赶紧见一下老普，说完便离开了顶层办公室。董事长随后就约了老普，愿意把集团一半的股份转给他，并提出分家。与此同时，任夏和妹妹西珠同时接到了这个消息，泰晤可能就在董事长的顶层办公室里。老普轻而易举就得到了集团一半的股份，立刻决定抛弃任夏。泰晤在会员的帮助下，成功取得了长子死亡现场的房卡。他赶到了案发现场，隐约记得当时女秘书在录视频，那部手机应该在地上。与此同时，西珠走到了顶楼办公室，里面却一片寂静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转身进了卫生间，看到父亲整个人泡在浴缸里，父亲心脏病突发，不慎跌入浴缸。儿子见状不但没救，反倒是把他往水里按了几下。最后是女儿西珠发现的，医生赶来抢救，但董事长的状况还是很危险。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等他恢复意识。与此同时，泰晤找到了被降职的小芳。检察官说他这次不是来自首，而是来偿还一桩旧账。泰晤推测长子之死的那晚，女秘书的手机录下了一切，是选择一辈子留在偏远的小镇，做个三流的检察官，还是回到首尔的地方监察厅大展拳脚，这全取决于小芳的决定。最后小芳决定信任泰晤，悄悄溜进了检察官的办公室，找到了与案件相关的重要物证。他内心其实也是担忧的，如果手机里什么证据都没有该怎么办？泰晤很坦然地让小芳拿着手机去领赏，毕竟他已经身处绝境。小芳只好把车停在路边，独自去找女秘书的手机。事情办成后，他回到车里给手机充电，不过智能手机需要密码才能开机，于是小芳利用自己的职业便利，在手机店成功解锁了手机。他接过手机一看，连一段视频都没有，更别提照片了。他后悔极了，觉得自己被泰晤骗了。小芳气冲冲地把手机交给了泰晤，泰晤打开一看，情况确实如此，但他突然灵光一闪，找到了一个隐藏的文件夹，里面正是那些关键的视频证据。原来那晚泰晤喝多了，无力地躺在地上，他的长子在醉意中突然遇到了秘书，这人二话不说就将他刺死，然后把所有罪证都栽赃给泰晤，还给他注射了一针。做完这些，传来了开门声，除了秘书，第四个人走了进来。看到这一幕，泰晤合上了手机，他希望小芳将视频剪辑一下，因为找不到第四个人的线索，秘书可能就此洗脱罪名。然后小芳把证据交给了副检察长，虽然证据来源有问题，但副检察长欠他一个人情，所以这次就破例了，立刻命令小芳回首尔复职。与此同时，韩泰武走进警局自首了。很快，小芳领队去逮捕涉嫌杀人的长子和女秘书。泰武的第二次庭审将交由老崔负责，他说是董事长吩咐的，一定要帮忙把事情处理好。这里说明一下，董事长昏迷期间，只有小女儿西珠一直守在床边，希望父亲能快点醒来。任夏找老普想要拉拢他，帮自己上位，但老普可不傻，就算是董事长的女儿，一旦董事长醒来，任夏肯定会被赶出去。他还想掌控整个集团，二姨太和他儿子也在密谋，他们想拉拢董事会成员，还打算让泰武加入他们。不知道泰武自己的计划已经启动，会员向任夏提出了离婚，帮助新上任篡位。泰武在审判期间把计划都告诉了黑老大，他刚加入集团，就在海外成立了投资公司，最初的目的是帮任夏成为集团主人，没人知道他的存在。几天后，黑老大刑满释放，会员立刻去找他。泰武成立的空客公司的董事长，在华尔街人称投资鬼才，地位极高，极受尊敬。黑老大虽然知道泰武的计划，但对这位董事长却一无所知。仔细查看资料之后，震惊地发现那董事长竟是自己。
这一切都是黑客19搞的鬼。他制服了背叛的合伙人，逃离了隐蔽地，接着伪装成律师去见泰晤。因为无意中发现泰晤有家投资公司，很快在团队操作下，投资公司买下了集团23%的股份，成为了最大的股东。人夏得知后气得要死，他让秘书赶紧查清楚投资公司的底细。与此同时，泰晤开始了第2次的庭审，因为有确凿的人证物证，法官立刻宣布杀人罪不成立，泰晤被宣判无罪释放。人夏得知泰晤无罪后，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手，还担心董事长突然醒来把他赶出家门，于是赶到父亲病床前，打算亲手结束他的生命。人夏想拔掉父亲的氧气管，却被泰晤及时阻止。泰晤劝他回头是岸，但人夏已经被利益蒙蔽了双眼，只想站在集团的最高位置，反而警告泰晤别挡道。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。那晚狱警叫醒了长子的秘书，告诉他有人来探视，但会面室里只有一部手机。原来人夏担心杀害长子的事情暴露，特意打电话试探秘书的反应。秘书虽然愿意承担所有罪责，但心里实在是太害怕了。会面结束之后，狱警直接把秘书带到了一个角落。人夏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解决了心腹之患。与此同时，泰晤的计划也奏效了，次子和人夏纷纷请求见面，接着是他们想要收购泰晤的股份。泰晤次日把双方都叫到了一起，明确告诉他们自己才是投资公司的真正操盘手，谁如果能得到他的股份，那就能成为最大的股东。二姨太和次子愿意坐下来好好谈一谈，但人夏对泰晤的信任度不高，这场权力争夺的大戏最终并未上演。第2天，大嫂把人夏叫到画廊，她掌握着长子和娘家的股份，表示会全力支持人夏。就在这时，二姨太打来了电话，邀请人夏参加晚上的家宴，但她突然改变的态度让人夏感觉到事情不太对劲。果然，晚上一进老宅，就看见泰晤坐在餐厅里，显然他已经和二姨太达成了某种协议，这让人夏气得连饭都没吃，直接离开了老宅。回到家后越想越生气，掏出手机给狱警打了电话。紧接着第2天，泰晤的继父突然获得了3天假期，他还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，短信内容竟是泰晤母亲的所在地。没多久，继父就找到了母亲，家暴的恐怖让他吓得从楼梯跌落，不幸的是头部正好撞在石头上，当场失去了生命。而在另一边，警方接到了告密，因教唆弃尸罪把二姨太带回去调查。同时，集团急忙召开了记者会，但夏家的人迟迟未出现。这时候，人夏走上了讲台，他大声宣布老董事长现在医院昏迷，由于假新闻的干扰，集团现在非常混乱，因此他将暂时接手董事长职务，希望能帮助集团渡过难关。泰晤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短信里是继父出狱的照片，他立即感到事情不妙，赶紧驱车去母亲家，但最终在太平间发现了母亲的尸体。与此同时，任霞成功夺权，并获得了政界议员的支持。泰晤迅速为母亲办理了葬礼，继父只放了3天假，不过1天后就返回工作。这时，泰晤的弟弟来悼念他们的母亲，他希望泰晤能好好送母亲最后一程。随后两人坐下来谈谈。第2天，任夏准备上任，刚走出电梯，就看到小方检察官已经在等他，并且以涉嫌谋杀罪逮捕他。提供证据的正是泰晤。篡位大战终于落下帷幕，任夏被捕却毫不慌张，他坚信警方拿他没办法，甚至大声要求小方负责。小方却没多说什么，直接让同事带证人进审讯室，这让任夏感到紧张。证人竟是他大儿子的秘书。原来是这样，任夏让狱警偷偷干掉秘书，狱警刺了2刀，假装是自杀，没再补刀就离开了现场，正好被躲在一边的狱医救了。紧接着，泰晤接到了电话，得知此事后，立刻赶到监狱，直接指责那个狱警，他只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随时都能抛弃任何人的混账。任夏根本没有朋友，秘书不过是他的一条狗。想想看，如果一直都是孤单一人，这些事还会发生吗？太让人心寒了。做人家狗的日子结束了，该是过自己的生活了。秘书其实都明白这些，但还对青梅竹马抱有幻想。他质问任夏为何这么对待他，真的当他是狗吗？秘书终于看清现实，小方检察官也在忙，放了长子死亡时的录音。原来那部手机正好录下了犯罪过程，也就是说证据确凿。等待审判的日子，任夏收到了一封信，寄件人是老董事长，他父亲让户籍科把他除名，改随母姓。这件事或许让任夏真的意识到了错误。另一方面，西珠给泰晤打了电话，有要紧的事需要和他商量。泰晤急匆匆地赶到了老宅，没想到在那里碰到了老董事长。几天后，任夏的庭审画上了句号，他因谋杀血亲集团长子和其他共谋罪名，长子的秘书也试图销毁所有证据。法官认为他的罪行极其严重，并且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，最终判任夏无期徒刑。
就在那个夜晚，任夏在监狱中自尽了。3年后，泰武帮助老董事长实现了他的皇家梦。篡位的人不是任夏，也不是次子，而是没有任何血权的泰武。原来那天老董事长叫泰武来到老宅，表明只有不怀私心的人才能站在集团的顶端，这个人必须能守护他的一切。于是老董事长把位置传给了泰武。故事到这里也就告一个段落了。